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一部新鲜出炉，连好莱坞都不敢这么拍的科幻战争大片。这片子是哪儿拍的呢？出品方叫印度防务之翼，一听这个名就挺唬人的吧？就在这个9月18号，他们重磅上映了一篇文章，讲的是啥呢？讲的是前段时间印巴在天上干仗那点事儿。但是吧，人家这篇文章的角度那叫一个清奇，那叫一个脑洞大开。文章用一种打了鸡血的语气向全世界宣布，在那场空战中，我们伟大的印度不仅打败了巴基斯坦，更牛的是我们通过神乎其神的太空战术，成功反杀了在背后给巴基斯坦撑腰的中国卫星。好家伙，我看完这篇文章是半天没回过神来这哪是军事报道这简直就是一部标准的印度神剧的剧本感觉下一秒就得有印度大兵开着摩托车上天，一边唱歌跳舞一边手撕卫星了这篇文章看下来，那个情绪渲染的比过年还热闹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印度一个打俩，完胜。今天咱们就当一回电影解说，好好给大家扒一扒这部印度神片的剧情有多离谱，逻辑呢有多感人，以及这部电影的导演印度媒体他到底想干啥。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你还别说，写的真是挺讲究的完全是按照好莱坞经典的3幕剧结构来的，起承转合，高潮迭起，特别有大片范儿。开篇气氛就给你拉满了，文章不提这个印度的飞机有多菜，反而把这个镜头直接拉到了外太空。他说在印巴冲突的时候，中国呢悄悄的出手了，中国的遥感系列卫星就像幽灵一样，开始在高空频繁的变道甩尾，玩起了漂移，抵近侦察印度的军事阵地。镜头一转呢，印度的 S400 防空导弹阵地那可是花大价钱从俄罗斯买回来的宝贝疙瘩结果呢，被中国的卫星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一天24小时的盯着，连阵地上的士兵中午吃的啥，估计都是看得一清二楚那与此同时呢，地面上巴基斯坦的导弹得到了中国卫星的实时导航服务，就像装了 GPS 一样一波接着一波朝着 S400 的阵地就砸了过去。你瞧瞧，是不是特别有压迫感把这个印度描绘成了一个被中巴联手吊打的倒霉蛋，压力山大眼瞅着就要 game over 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转折来了电影里英雄总得有秘密武器吧，印度也有文章说我们印度其实早就悄悄的搞了一套自己的太空天眼系统，叫 SSA。这套系统牛到什么程度呢？它能提前预判中国卫星要往哪飞，什么时候飞过来，比这个天气预报还准。于是呢，就在中国卫星即将飞临阵地上空，准备给巴基斯坦导弹发送最后一击的坐标时，我们印度的天眼操作员微微一笑，手指在键盘上啪啪啪一顿敲，骚操作来了。地面部队瞬间在另外一个地方部署了一堆假目标，可能是充气的 S400 模型，也可能是几个大号的电磁炉，反正就是成功的骗过了中国那神乎其神的卫星。结果呢，巴基斯坦的导弹呼啸而来咣的一下精准的命中了一堆塑料模型。你说这个剧情是不是比碟中谍还刺激那躲过一劫那能算完吗？印度神剧的精髓是什么呀？是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漂亮，赢得让对手怀疑人生。文章的最高潮就来了，咱们的 S400 在成功的金蝉脱壳之后一点都没闲着，反手就锁定了巴基斯坦的一架预警机。这预警机可不是普通的战斗机那是空中的指挥部，金贵的很这更神的是，文章还特别强调这架预警机当时可是在巴基斯坦自己的领空里飞着呢。我们的 S400 导弹是跨境斩首，一举打破了空战记录到此完美收官。印度呢，从一个被动挨打的受害者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智勇双全，戏耍中巴与股掌之间的大英雄怎么样？这个剧本是不是写的荡气回肠？我严重怀疑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宝莱坞的王牌编剧，那写完了剧本忘了署名，不小心呢就投到军事网站上去了。文章咱看完了，写的好不好不能光看吹的有多狠得看逻辑咱们就来找找这篇文章到底有多少经不起推敲的剧情漏洞。这漏洞一，最大的道具预警机去哪儿了？这是最离谱的一点这预警机是啥呀？那是一架飞在天上的大型雷达站加指挥中心
体积巨大，战略价值极高。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预警机要是被打下来了，那绝对是天大的事啊，是能上全世界军事新闻头条的。结果呢，这个印度这边是吹得天花乱坠，说自己跨境反杀了。可是全世界你随便找，除了印度这家媒体，还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消息来源能证明巴基斯坦掉了一架预警机吗？连一张残骸的照片，一段飞行员的录音，啥都没有。这就好比你在新闻里用核弹炸了纽约，结果第二天新闻里纽约还是好好的呀，大家是该上班就上班，该喝咖啡喝咖啡。哎，你这电影呢，还有人信吗？所以说这个最关键的战果从头到脚都是虚构的呀。这漏洞二呢，把对手捧成神，自己才能封神。那为了显示自己牛这部电影呢，先把中国的卫星描述的跟一个外星科技一样，什么高频次变轨、实时成像、引导打击，说的好像咱们的这个遥感卫星能跟巴基斯坦的导弹玩实时视频连线一样。稍微懂点军事常识都知道，这太玄乎了。咱们的遥感卫星群虽然庞大，但是主要任务是搞战略监控，是周期性的拍照采集数据。那这些数据传下来是有延迟的，要做到跟前线的战术单位进行分中级、秒级的实时指挥链整合，而且还是跨国整合，这难度比让航母上天还大呀。中巴关系是好，是铁哥们儿，但是还没有好到能把这个军队指挥系统完全共享的地步呀。这印度媒体这么吹咱们的卫星，不是夸咱们呀，他是为了垫台阶，因为他只有把这个对手吹成了天神下凡，他战胜天神，才能显得自己是宇宙主宰这一套路太老了。那漏洞三印度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个模型。再说说印度那个所谓的天眼系统 SSA， 这文章里是吹的神乎其神呀，说它能实时追踪几十个太空目标，精确预测每一颗卫星的轨道，知道它几点几分几秒会从哪个村的上空飞过。实际上呢，印度的这套系统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就跟咱们刚开始学走路的娃娃一样。他们那个 N1TRA 项目是有一些雷达和望远镜，但要说能持续监控所有大国的低轨道卫星还能精确建模预测变轨，那纯属是白天做梦这就好比你买了个儿童天文望远镜，你就跟邻居吹说你能看清月球上阿姆斯特朗的脚印，谁信谁傻呀。所以你看这篇文章呢，又是建立在一堆摇摇欲坠的谎言上，战果是假的，对手的能力是夸大的，自己的能力那更是吹破了天。聊到这儿，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个剧情这么烂，漏洞这么多，为啥印度媒体还要硬着头皮写出来，还大张旗鼓的宣传呢？这背后其实就是藏着深深的无奈和心虚。咱把这个时间倒回空战刚结束那会儿当时全世界都知道印度空军吃了大亏。这更丢人的是有消息说他们那个宝贝 S400阵地可能被巴基斯坦给端了，这脸可就丢大了。这就像你在村口跟人打架，被人一顿胖揍衣服都给你扒了，回家以后呢，你总不能跟家里人说实话吧，那多没面子啊。于是呢，这个印度就走上了一条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的道路。这一开始呢，只是否认战机被击落，后来眼看是瞒不住了，就开始反转说我们虽然被揍了但是我们也打倒了对方一个人，于是就编出了击落巴基斯坦战机的故事。这现在嘛，光说打败了巴基斯坦已经不够刺激了，也无法掩盖 S400可能被炸的尴尬，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加戏了把这个中国也拉进来，编一个我不仅打跑来挑衅的巴基斯坦，还把他背后中国给戏耍的故事。这么一搞大家的注意力是不是就从 S400到底有没有被炸转移到了印度居然这么牛上面来了？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目的用一个更浮夸更具爆炸性的胜利来掩盖那个让他们颜面扫地的失败。其次呢，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塑造一种我们很强的民族自信，尤其是在印度这种需求特别的旺盛。这个印度媒体深谙此道他们知道这种以一敌二、智取强敌的爽文故事在国内最有市场老百姓一看，哇，我们的军队这么厉害，连中国都不是对手，那种民族自豪感瞬间就爆棚了。
这对于巩固政府支持率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啊，那可是特效药啊。所以呢，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也不是写给巴基斯坦人看的，它就是一篇特供的内宣稿，是一剂喂给印度国内民众的精神吗啡。所以啊，这就是一场丧事喜办的舆论闹剧。它是印度在空战失利后被自己一步一步逼到墙角，不得不制造出来的一个更大的、更离谱的谎言。从否认失败到宣称小胜，再到今天这个同时战胜中巴的史诗级大捷，这个牛皮啊，真的是越吹越大呀。那按照这个节奏啊，我估计下一步啊，他们就该宣传印度军队在月球上击败了外星人舰队了。但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胜利法，除了能在国内骗骗自己人，在国际上只能换来更多的嘲笑，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它不仅不能洗刷失败的耻辱，反而像是在自己的伤口上一次呢又一次的撒盐，提醒全世界啊，快来看哦，这边有一个输不起的家伙在吹牛。其实说句实在话，对于印度来说啊，现在最好的公关策略啊，不是再请什么宝莱坞编剧来继加戏了，而是老老实实的闭嘴啊，让这个事儿凉下去，慢慢的被人遗忘。毕竟嘛，在国际舞台上，面子是靠实力打出来的，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这牛皮吹的再响啊，也吹不走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残骸啊，也吹不来真正的尊重啊。好了，今天这出印度大戏啊，咱们就吐槽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